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，欢迎；著名作家陆琪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。我们来看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他追我的时候，天天围着我转，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对我好，能宠着我。结婚以后，他越来越膨胀了，我在家里一点话语权都没有。我在外边拼死拼活的赚钱，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安安稳稳在家带孩子。可他倒好，天天净没事找事儿。他把我当成了家里的保姆，现在做什么事都得看他脸色，自己买个东西还得经他同意。我嫁给他不是为了受气的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还行，我希望他能把心静下来，以家庭为中心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郝先生27岁，来自河北职员；陈女士30岁，来自河北全职妈妈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结婚有2年了，对吧？是的。孩子1周半了。自己带？是的。啊，这职业上面写的全职妈妈，很辛苦。是的，是的。这郝先生怎么变坏了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在此之前，他刚追我那会儿，他对我特别好，特别黏我。那个时候就把我宠得跟小公主一样，我说啥是啥。我说想吃烤猪蹄儿啦，他就拉着我去秦皇岛就去吃。然后我这是想干什么去了，大半夜的带我看电影去。现在可好，自从我跟他结了婚，有了孩子之后，门都不让我出了。我现在想出去工作，人家还不让。根本就不是他说那回事儿，出门从来也不限制他，出去工作我也不管。但是那时候我俩搞对象的时候，他做导游，可是没有家庭的时候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你这有了家庭了，孩子也有了，你还老往外跑啥？而且导游一出去，哥你不知道，他一去就最少1个礼拜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变成我这单亲家庭了，我孩子谁管？现在孩子都是老人帮着带，父母去上班是吧？然后这个等，好像也不全是，也有自己带的啊。就是大多数嘛，因为本身我的性格它也不适合在家做全职妈妈，因为我也不喜欢，对我也不喜欢。那我本身我就喜欢导游这个职业呀，我从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干这行。我知道有家有孩子了是吧？我可以不出去那么长时间，我就出去1、2天周边的这样。而且相对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职业也比较自由，家里有事的时候可以不出去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出去。听懂了？这样也不行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。他换个工作行吗？换工作可以，就是导游坚决不能干。为啥？这个东西我在最初啊，在我俩认识的时候，他做这个，我其实就不同意。但是当时是吧，我也没有权利管人家的工作。结婚了之后，我就认为这个东西他就不能干了。不是，那你也没权利管人家的工作呀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得听我的。工作是一个方面啊，就是管你了。然后你说我俩商量不了了之后，人家可好，回我妈家告我状去了，让我妈看着我。现在这一家子人都不让我出去。是不让出去做导游工作，还是不让出家门？不让我做导游，就不能做，因为啥？其实这矛盾升级很长时间了啊。他就想玩儿，你上一个朝9晚5的工作，我绝对不会拦着你的，对吧？你想工作，可是我不喜欢呢，我也不是那性格的人呢，我也没上过班啊。你让我天天坐办公室往那儿一坐，我也待不住啊。那我跟在家看孩子那捐着有什么区别呀？就这样，你说。普通人你就干个普通的工作，老抬杠。我说干导游这里边还有个事儿，就是说接触人好多，而且你看他是条儿也挺好，是吧？大高个儿啊，大长腿，长得也挺漂亮。他出去接触的人特别杂，什么人都有。我就不希望他这样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加他微信打电话。就是你是觉得导游这份工作对于你的家庭来说，它是一个高风险职业，非常影响我家庭。你怕他跑了是这意思吧？那么多人加我微信，我咋没跟人家跑了？我咋嫁给你了呢？咱俩已经结婚2年多了，这点信任度都没有。主持人老师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他其实是在酒吧里做驻唱的，周末的时候会接商演。那你说，在酒吧这种环境，小姑娘都是年轻漂亮、身材好、多才多艺，是吧？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咋对你那么放心呢？这个好像跟职业没关系，听来听去是先生不太放心妻子，是吧？对，就是我也不是不太放心，因为
导游真的，他出去的接触人，确实我不太能接受这个东西。不是，这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，出去接触的不就是都有吗？我就不太能接受这东西，就是坚决不能接受。先生有一些这个对导游职业的这个歧视，是吧？也不是歧视啊，那叫什么呀？我觉得我想稳定一点啊，就觉得他不稳定嘛。啊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婚后不开心的？现在这全家人看着我不让我出去，我就出不去了，出不去，我在家看孩子吧，又开始给我出幺蛾子了，又让我生二胎。你说这一个我就从头到尾带到大的，你说我再来一个，那不得累死我？小姚二胎啊？你说一个孩子，他以后也没有伴儿啊，而且再说了，你说有个闺女，说我想要个儿子，我就想要个儿子，这我也不怕说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后你闺女嫁出去了，最后不是那万一还是个闺女呢？那就认了呗。他就是重男轻女，他就想要个孩子，把我彻底拴住了，然后他自己潇洒去了。现在他已经都够潇洒的了，他不带孩子，孩子就是我一个人来带。不是你时间呢？我就为了让他能安心在家带孩子，我就工作呗，努力挣钱呗。哦。是这样吗？还说钱呢，钱都自己留小金库了。他每天白天有一个正式的工作，他会有一张工资卡是交给我了，这所谓的是给我钱了，只是够我基本的生活。然后自己天天不着家，我也见不着人，自己挣的外快都自己留着呢。我再想买什么东西都得朝人家要钱。为啥不给他钱？买这个化妆品啊，他就追最新的。啊，就得买好的，然后买衣服也是，就买贵的，这个哪好买哪个。还有他乱花钱，你知道吗？他前2天也是给孩子买2双鞋，要1000块钱买2双鞋，我孩子1周半。我说你这干啥呀？就非得穿这么好的鞋？那小孩正是长脚的时候是吧？长得快你也知道，那穿好鞋那不能长身体吗？那人家是不买这好鞋的人就不长身体了吗？你小时候有那么好鞋，你长这么大个儿？对呀，我就小时候穿好鞋长大的，所有都长这么高。你没穿，你都没长起来。你这就抬杠。我问一句啊，要是这个鞋留下来给2宝穿还贵吗？这也现在也不要啊。问你呢？那还行。哦，那还行，那还行。哎，还是挺会过的啊。就是这样，他这个。你说买化妆品，我以前自己挣钱的时候，我穿的用的都是好的，咋嫁给你之后，这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呢？再说了，哪个女的岁数大了不都得需要保养吗？让我蹭我闺女的郁美净彩，不让我买，那能跟孩子一样吗？孩子本身就那么大点，他不用护肤。我多大岁数了？郁美净多好啊，不伤皮肤，你知道吗？这化妆品越好，对皮肤越不好。我用大宝呢，多好，我这皮肤。你这一下给我们在这儿带了俩货啊！他现在就是这样，看自己挣点钱，我不挣钱，我天天伸手他要，他就特别能耐，只顾着自己潇洒去。然后我想干点什么都特别费劲。能理解哈。他给我做了个视频，就埋汰我说我这呀。我们看看吧啊，没法说。来，这是我老公刚跟我一起时精神小伙的样子。由于他只顾自己潇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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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终他变成一个200多斤的胖子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我这是压力性肥胖，你知道吗？你哪有压力？你就自己吃喝玩乐，家不着，钱我看不着，天天还看你脸色，我能受这气吗？两回事儿。2回事。他说，哎啊，没话说了是吧？真的没话说，就是完全就没法说。就你是觉得很委屈是吧？我每天，你说，我觉得啊，让他在家带孩子，在家里边守着多幸福啊！你说我天天我在保险公司工作，做销售，你天天见的客户，那都是爷，我就跟孙子一样。然后晚上我去酒吧做驻唱也是，那客人我也要应付。我这么听起来，基本你不着家是吧？就是你除了回家睡个觉之外，也就没啥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回家睡觉这事儿更来气啊！晚上12点到家，人家都睡觉呢，我看孩子一天我也得睡觉吧，非得给我列起来，让我给他做饭吃，人家饿了。我一天就恨不得吃这一顿正经饭，我就想感受一下家就这一点温暖了，对不对？我都一直在奋斗。你啥都想要，我还想要家的温暖呢。然后我不给人做人可好，自己点外卖呀，小啤酒一喝，小串一撸，特别潇洒。那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呀？我平时就是自己带孩子。我原来的时候，我带着闺女愿意出去溜达溜达，然后或者跟闺蜜去逛逛街什么的。这不行，只要我一出去，回来准吵架。为啥呀？因为人家说我们娘俩出去就知道瞎花钱去，人家挺不容易的，好像就是多难为她了。他就在家待不住，我就想你这在家能不能稳当一点？不是你在家带过1天娃吗？我应该是没有。你带1天，你试试看看在家是不是稳不住，你试试。我也知道带孩子肯定也辛苦，但是带孩子出去玩玩有什么呀？不挺好吗？
孩子太小，就特别小的时候他就带着去逛街去，就完全不在家待着那种。啊，那就逛去呗。那你说你不让我出去，你还不让我逛街，那我还有自己的生活吗？那我嫁给你就给你当老妈子来了？我就觉得孩子太小，抵抗力也不太好，而且他跟着他那帮姐们儿也不太喜欢。为啥呀？就是全不着家。我觉得现在你挺幸福的。幸福什么呀？你看我闺蜜，人家也是在家做全职妈妈，但是人家老公在外头挣完钱回来，人家给请了一个保姆，然后人家有人帮她带孩子，她在偶尔的时候出去逛逛街也是可以的。有一次我闺蜜看上身衣裳，想要给参谋参谋，我说那不行，我老公不让我出去，回来要打架呀。她说那这样吧，那我带着孩子和保姆上我们家了，上我们家正好2个孩子还有伴儿，我一想也行啊，人家是专业的是吧？完了还有2孩子还有伴儿。我就琢磨着，那都看会儿，我俩都赶紧去，赶紧回来。这可好，那天也不知道他咋回来那么早，就被他撞见了。这回来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一顿给我说呀，还当着我闺蜜的面。都说了。你说以后人家还能跟我玩吗？那你说我还得蹭人家的保姆，那你有条件，你让我在家做全职妈妈，你也让我做一个舒坦点的呀。你这还不如带着孩子去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门吓我一跳，我这谁家呀？我说看我闺女在那儿，我就问我说阿姨您干嘛呢是吧？他说那个你媳妇跟着那个我们那个去逛街去了，这俩孩子我看一会儿。当时我这火就不等于出来，我说这把我孩子带跑了怎么办呢？人家家的保姆又不是1天2天的了，你说带跑就带跑？你能看孩子要保姆干啥呀？来吧，咱们梳理梳理这些问题啊。2胎要还是不要啊？不要。为啥不要啊？你带呀，那以后你在家看孩子就行，你看孩子我挣钱养活你们娘仨去，那养活你们爷仨都行。这就抬杠，你现在一来就这样。不是抬杠，咱们解决问题嘛。这种生活我再也不想过了。你男主外女主内，你干啥？你妻子给出了一个方向嘛，要2胎可以，我生完孩子之后你带娃，我去工作养你们3个人，这方案行不行？不是不行，行可以，但是它不现实，这就是一说的事。不，咱们把它当个条件摆在这儿嘛。第一个问题咱们假设解决啊，就是从现在开始，先生先把第1个娃带明白了。对吧？对。然后妻子出去工作，我也不，你先养他们俩啊！你不会哈？我不会带啊，那你学呗。对呀，谁在家不是小公主啊？我嫁给你之前我会什么呀？行，第一个问题咱们放在这儿了啊，想要2娃，你来带。第2个问题，关于能不能出门的问题。出门没限制，他也没少出去啊，没限制哈，没限制。能继续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吗？这干不了。好，哎，你自己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事儿吗？我对这个唱歌爱好还是比较喜欢的。那你以后不让你唱歌了行吗？那得挣钱啊！人家做导游也得挣钱呀。我能回家呀，他一出去他就肯定就晚上就他不能在家过夜了就。哦，不放心还是舍不得？都有啊，都有，既不放心也舍不得。咱为这个家做点牺牲，咱不干这行不行？其实我一直在做牺牲，可是他真的太过分了，对我也不好啊。你要是说我在家，你腾出点时间来，是吧？知道我喜欢玩，你带着我出去也行。现在不行，稍微有点空了，又出幺蛾子，又要自己出唱片去，又要自己出专辑的，自己拿自己小金库，想干啥都干啥，我就干点啥都不对。我为了努力改变生活，嫌我挣的钱少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也是因为钱少，我时间才少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有钱的话，我时间肯定也有。那你就更少了。因为他们时间都很少啊，你有时间吗？我又穷，时间又少。比他富裕点吧？啊，你接着说。对呀，我就想现在我在努力，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在我家那边，他自己出了一张唱片，就大概15、16万这样。但我觉得我也。
这样过下去我也受不了。就是看看怎么调整，是这意思吧？来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，就是赵川让女生开口的时候，这个小好同学做了这样一个表情。我觉得他那个意思是说，又来了。我相信陈女士在家这些话已经反复的跟他沟通过很多遍了，但是完全没有作用，是吧？是。这样，我把他刚才说给你的话，我再重复一下啊。他刚刚是跟赵川说的，我现在是跟你说。你看，外面的世界多复杂呀！社会那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他在酒吧唱歌是吧？那环境多乱呀，是吧？你想想，那每天接触多少人啊？你能放心吗？你看他这样，虽然身材不行，但他扎个小辫儿，他心里有颗躁动的心啊！你能摁住他吗？你得看紧点儿。我觉得他在家比较放心，别出门了，出门干什么呀？多招事儿啊，是吧？这是他刚刚说给赵川表达的他对你的担忧。我认为同样的担忧也可以放在他的身上。为什么他反复说男主外女主内？那我们这些女的都应该回家，你们干嘛坐在这儿当嘉宾啊？哎呀，我觉得你这话说的特别好，你们干嘛坐在这儿当嘉宾？真是的，你们都回家去带孩子，不都有孩子吗？都坐这儿干嘛呢？咱们一起回家。对，都回去。对，然后弄得现在阴盛阳衰的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我跟陆琪老师。我们都姐妹，比不上啊，比不上你们厉害。所以他的这个观点反复的要说服你，我觉得不但说服不了你，连我都说服不了。你认为你在婚前对他表达的一切、所做的一切感动了他，你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，让他按照你的轨迹行进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已经表达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你们之间已经就没有信任、没有基础，甚至有可能走到这个崩溃。他的生活，他的世界不仅仅只有你和孩子。如果只有你和孩子，你也会崩溃的。长此以往下去，我觉得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共处的。你想到你有梦想，你要攒钱去实现你的梦想，他为什么不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同时他还可以挣钱呢？你只想到你自己，你没有想到他。所以通过这件事儿，我一定要告诫我的女儿，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，这个小伙子哪怕对你再好，可是他想将来你完全听他的，做梦想都别想，不能因为任何人束缚你的身心自由。所以小好，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不妥，而且我认为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让步。他说，尽管我很喜欢导游这个工作，可是我可以做1-2天的这种导游，周边的，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。我们当年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在出差，我们也在克服各种困难。没有人阻止我们，或者说有人阻止我们，我们不允许别人阻止，不会让这样的事情持续的发生。他已经做了1年多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为什么要阻止他？如果你想这么控制他的话，你给他1年时间，你们俩调个个尝试一下。如果结果是不一样的话，我相信你会尊重他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周群老师。来，陆琪老师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特别好，叫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觉得他为家庭付出和你为家庭付出，谁付出的多？我觉得都付出了啊！你看，那你承认他付出了是吗？对，我承认啊，这个。他得到了什么？他没有工作压力啊。这是他想要的吗？你有想过吗？你要明白他的成就感是什么，他从什么地方获得我想要的东西，他的自主权在什么地方？到最后你们要来看一看，就是我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是不是我很乐意或者我很舒服的在付出。如果你是很舒服的在付出，那你付出的是不够的。我觉得我也不舒服啊。对呀，你现在付出，我现在你都出唱片了，你都管他500块钱一双鞋。因为我现在过得也不高，也不是多开心，因为白天的工作。晚上工作都非常累，我不想。那你俩就调个个，他出去工作，你在家带孩子，你试试嘛。对啊，你不是说在家呀？最后，郝先生，我再跟你讲最后一句话：如果你真的要让他当全职太太，一个全职太太一定是一家之主，一定是财政的掌管者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利的话，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的全职太太，她只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保姆而已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莎娜老师，我特别讨厌这样的男人，
婚前说什么你负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婚后就变成了你负责洗衣带娃，我负责浪迹天涯。全职太太是干嘛的？你雇一个保姆试试，你1个月多少钱？全职太太是用自己全年无休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换来的。你以为你往家里面扔2个钱你就厉害了？真正的我负责养你，你负责在家做全职太太。这个全职太太在家，她一定是有支配权、决定权和知情权的。她连你有多少钱都不知道。你养她，你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给她吗？钱呢？所以我觉得你站在台上说什么你在家多幸福啊，我在外面工作压力多大呀？那你回家待着你试试啊。你问过他，孩子1岁半，这2年他吃过1顿整饭吗？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，然后指使别人说别人，男人特别不负责任。你想要这份权利，你就要为这份权利有所付出啊。如果当权力支配一切的话，爱就消失了。所以我希望你警醒的是什么？你要明白，我的妻子她要的那个自由到底是什么？她不是说要出去疯，要出去玩儿。她也要和这个社会接轨，她的世界不是家里面这个小小的天地。这些东西凭什么你都拥有，她没有呢？所以说到底，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说出“我养你”这句话，他要明白其中的含义。含义是什么？我尊重你一切的决定，我尊重你一切的支配权，我把所有的权利都给你，这才叫养。如果说给几个钱就是养的话，那不好意思，你换一个老公，好吧？就说这么多。谢谢莎娜老师，严老师。换位思考，是婚姻相处的长久之道。只考虑自己的感受，叫德不配位。你有感受，对方没有感受吗？你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，对方不能吗？你认为他应该做全职太太，他做全职太太就高兴吗？是，有些家庭的分工就是这样的，男主外女主内。有些女性就愿意在孩子小的阶段，我去全力付出，做个全职妈妈。抱歉，你太太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如果不尊重对方的感受，你在婚姻当中就是不配当丈夫，不配做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你始终听老师们说都在笑，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你以为你的婚姻是那么的牢靠？你以为这个女人离开你活不了吗？如果在婚姻中德不配位，你这个位迟早会被踢出局。我不是说女人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要实现什么自由，创造自己所有的社会价值、家庭价值。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，但至少我们要尊重，要协商。在你们的婚姻中，我看不到男方有任何尊重女性的地方。女生妥协是婚姻中的美德，但口无遮拦，伤人伤己。其实你心中也知道，这个男人对家的付出你也认可，但你话说出来真的是不好听。什么我离开你我就不能过了吗？我就是这个带着孩子可以怎么着？我挣钱还不一定比你少呢，我一个人养你们仨。其实，在婚姻中你都做到了，你在妥协，你放弃了工作，你全职的照顾孩子，咱也得学会一些夫妻相处之道。我给你们建议其实很简单，把你们各自的需求列出来，咱不掰扯了，男方需要什么，女方需要什么。一人一半。你想要工作，但是确实在这个阶段孩子还小，我们如果去讲究科学育儿的话，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，可能你对孩子照顾确实要比他贴身的更多一些。我们把所有的家庭需求都列出来，每个人在这个阶段该干什么，互相妥协。如果连起码的尊重，先生你都做不到，我认为这位女性可以独立站出来。你不是做保险吗？我看很多保险从业人员在家也可以联系业务。驻唱少唱2天怎么了？时间本身就是灵活的。今天我上班，明天你上班；今天我照顾孩子，明天你照顾孩子。我不相信他做不了。列好单子，讲好需求，折中处理，是你们现在唯一的婚姻能够相处的方式，好吗？希望你们婚姻能够越来越顺利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我可以帮你翻译心里话吗？
你试试1年365天无休的在夜场里唱唱歌，你试试。你试试陪着夜场里面那些人一杯一杯的喝酒，陪着笑脸，你试试。他就会认为说，哎呀，一个女的在外面搞导游，你就得跟人陪着笑啊。我心疼你啊，我的女人，我不能让你跟别人去陪笑啊。心里话吧，是这样。他心里面一定会这么想，但是你恰恰忽视了。其实我现在给他创造生活是我想要的。你叫应该嘛？所以人家觉得不应该这样嘛。这事儿我相信你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处理和平衡的一个结果，只要记住，生活里面最应该减少的是应该。当你把应该减少到你人生的极小一部分的时候，你会生活的特别快乐。她是妈妈，她就应该24小时看孩子吗？不应该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就真的要主外主到家都不沾了吗？不应该。琢磨琢磨。其实，我不想让你去工作，我是不想让你那么累。包括就是刚才老师们说，我都能听明白。我为什么没笑？为什么会笑？因为他们不懂我的状态，不是说我表现的这种，说我工作上多开心，我晚上去唱歌我多么爱好，我一切的基础我都是为了家庭的经济。我想让你安心的在家待着，因为就是我是想给你创造这种生活，我也不是说想要去控制你如何。我觉得工作真的，他的工作太累了。你每天真的出去做导游，3、4点就要去接人，每天面对着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我跟他出去过也，这个事情不是说你想象的那样，我想去管你，我是不想让你去那么累。可是我喜欢这个，我爱这个，我照顾孩子也很累，一宿一宿我也睡不了长宿觉，但我一直在坚持。为什么你都不能理解一下我呢？尊重一下我的意见，让我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。如果心里面你把那个盖子盖得那么紧，别的什么东西都溢不进去的话，那你只能按照你自己想象的轨迹来生活，家里面就变成这样嘛。其实大家只要求你做一点嘛，如果你是真爱他的，请你听听他的需求嘛。如果连一个女性最基本的工作的要求和自我选择职业的要求，你都不能满足别人，我觉得你单身最自由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。你要不答应人出去工作，你别出来啊，给人一明确的态度。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看这对夫妻，他们有没有选择了为对方让步？请开门。来，就问一句话啊，是你同意让人去导游了是吧？想干就干吧。哎，这差不多。各位请。
我和他是同一个学校的，他的长相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做梦都想把这段感情谈好，但他总是给我找别扭。我和他特别玩不到一块儿去，我希望最后的大学生活能过得丰富多彩一点，他总是拖后腿，还喜欢莫名其妙的生气。我都说了相同的问题生他的气，他还总是明知故犯，我受不了他总这么故意折磨我，而且还不讲道理。他能为了很小的事跟我计较，总主动闹分手，但又每次都不敢分，我越来越受不了他的性格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然23岁，来自四川，学生；小婷22岁，来自四川，学生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，他干嘛呀？他可能就觉得我有点烦吧。我想让他陪我玩，他又不陪我玩，还一直管我。你们现在在一起多久了？1年左右。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在学校的电音社，就是相当于一个打碟呀那种社团，然后我们在里面认识的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认识过后，我们在一起差不多才3、4个月，那个时候他就要求带我去见他的父母。他父母也特别的喜欢我，然后就商量着要去见我的父母。见了过后呢，双方家长也见面了。对，就双方父母见面。然后当时就跟我父母说要搬出来跟我合租在一起。什么意思？就约我跟我闺蜜都在酒吧里面蹦迪。我父母管我就特别烦，我就跟他商量，你帮我打下掩护。我说我们俩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先去跟我闺蜜住。她也同意了，她明明都同意了，然后我就去跟我闺蜜住了过后。没多久，他就去跟我父母说了。我们一开始跟父母说好了的，咱们出去合租，我可以看着的你。结果现在你就天天跟闺蜜在外面玩，把我一个人扔家里边，我就天天在家里面跟他担惊受怕。但是他就是背信弃义啊！他明明答应了我的，答应我觉得就必须要做到，人就不能背信弃义。我听明白了，就是双方谈恋爱没多久，男生就以要照顾女生为由。双方合租，为了让这个合租这件事儿更正式化，男生还把双方的父母凑在了一起，就说：“哎，爸妈你们都在啊，这孩子以后我照顾了，是这意思吧？”这是。结果女生说：“谁跟你合租啊？你跟我爸妈说，我们是合租，但是他跟闺蜜去住了，是这意思吧？”对呀，你想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就合租，本来就不合适。听明白了，就这么点事儿。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异性朋友，然后我就2闺蜜。我就一帮子哥们儿，他们对我都很好的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很照顾我。然后我跟我哥们儿出去玩，我也想过带他不去，说看他们不顺眼。我觉得你都不认识，有什么不顺眼的？你把人家当哥们儿，那人家把你当哥们儿了吗？人家天天请你喝酒，人家把你当什么呀？能把我当什么呀？我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啊。你觉得他们把他当什么了？我觉得就对他有想法，不然什么想法？主持人他聊都没了解，他就说我的那些哥们儿有想法。不是，人家说你那些哥们儿对你有想法。对呀，他都没有去了解我的那些哥们儿，他都不认识他们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主持人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吧，虽然很爱玩，但是我能自己挣回来。就我觉得我自己挣自己花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就我又没有花他1分钱，然后我做那个化妆师，做平面模特，然后我还做舞蹈老师。你说他妨碍我玩就行了，他还妨碍我工作。平面模特是要去跟那个男搭档一起搭档，比如说拍什么婚纱样片啊，然后那些的。然后我去拍照，他又特别的不舒服。他天天发他跟其他那些男模特的那些婚纱呀，那些情侣照往朋友圈发。我发照片是为了展示我自己，然后也为了给我自己能接到更多的单子。让我发了之后，他就在底下发一些什么女朋友又结婚了，女朋友又遇到真爱了。我怎么想？我们2个你加了我的父母，然后我们还有朋友共同的。他让我那些朋友、父母怎么想，搞得我很下不了台，我很爱面子的，我特别爱面子。那我面子往哪搁呀？他就是为了气我。不是，你跟他沟通啊，你发这干嘛呀？没用啊，他也不乐意给那男模特打马赛克啊。我打什么马赛克啊？这个照片一下不就变丑了吗？我旁边站了一堆马赛克怪物。你们还怎么闹？我听听。现在不是直播很流行吗？我很多朋友都在做，然后我觉得挺好玩的，然后我也想做。我不学舞蹈的嘛，我学了很多年，然后我做舞蹈直播的时候，本来直播间没什么人气，他还进来给我捣乱。
说什么我跳得像蜘蛛精，长得像比目鱼，然后我就很搞不懂，我就直个播，你给我捣什么乱啊你？我就不乐意他在直播的时候跳那种舞。哎，你直播的时候跳什么舞？大概就是这样的舞，就这种比较性感的那种。啊，行吧。但是他就是戴有色眼镜去看呀。不是有色眼镜啊，我真的就是不想。你说他直播的时候跟人聊聊天啊，这些，他再不济他跳个那个广场舞我都可以接受啊。为什么？什么广场舞？好好的，我就想他在其他的男生面前跳这种舞，看着就难受。行吧，谈了1年多了。这是准备分手吧？我不想提，但是他经常威胁我。哎，没他其实挺好，我觉得生活里。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听出来你男朋友存在的意义何在啊？但是我遇到的男孩子很多，但是我觉得能让我遇到一个心动的，真的少之又少。哦，就是你能遇到男孩子很多，但是认真把你当个宝的基本没有。他把你当宝了，而且我心动的很少。那我听明白了。哎，你为啥呀？就喜欢他，开心吗？现在不开心。就是开心过吗？开心过。什么时候开心啊？才开始的时候吧。哦，我再问你一下，你觉得就是一个22岁，一个22岁的姑娘或者小伙，每天蹦迪，这生活正常吗？我觉得挺正常的，因为我觉得年轻人的发泄方式就是这样，什么年纪该做什么年纪的事儿，而且我也没有花过他1分钱，我觉得他没有挣钱的勇气，凭什么来管我？是，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权利，你觉得正常吗？我觉得不正常。那你为什么选择一个不正常的女孩做你的女朋友呢？我就想改变她啊！我就想改变她。哦，你是为了改变她？就看着她的样子，我就难受，我就想改她。啊，要改好了，你还喜欢她吗？肯定喜欢啊！就是他变得完全按你想象的那样，你还会喜欢他吗？他不就是为了征服我吗？女生用这个词用得好，所以你现在的很多做法就是你想征服我，我就不让你征服我，所以才有意思，是吧？但是我就想让他陪我呀。所以我想知道你谈恋爱到底是为了玩儿，就这场恋爱对你来说是一次玩儿，还是很认真的一段感情？我觉得我挺认真的，但是我觉得玩儿是我现在的天性，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。22岁，你大概什么时候能改？就是您这天性大概在您的这个字典里面什么时候就可以结束了？起码25岁以上吧。哎，主持人，你20多岁的时候要去蹦迪吗？不去。那好吧。真没去过。但是我就是学艺体的嘛，艺术生，就很多都很喜。这都是艺术生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但是我觉得我们舞蹈的，然后反正我就很喜欢那种氛围，我就喜欢跟大家伙的一起蹦迪，一起开心。这个我就是每个人应该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你选择的一个生活方式，我没有权利指责你，对吧？就是我可能选择我的生活方式，你选择你的生活方式。我现在很好奇的是说，你谈恋爱了呀？是不是我这个思想老了？就是你谈恋爱了，你心里面住着一个人了，你要考虑这个人的感受啊。结果发现你们俩都不考虑对方的感受，就是彼此伤害。我不理解这个。我最希望的最好的恋爱状态就是我玩我的，他玩他的，但我们还是情侣关系。我工作我的，他工作他的，他不要妨碍我。这次我就听明白了，你理想的恋爱状态是？我想的是2个人可以一起工作，一起做事儿。女生其实要的是一个名分上的恋爱，女生这场恋爱就叫。我正在谈一场恋爱，需要来秀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男朋友；不需要秀的时候，我就是自己。男生的想法就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当中人的想法，我想跟你腻在一起，对吗？啊，对。所以女生的要求总不能腻一辈子呀。啊？不可能腻一辈子啊！他太黏我了，黏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懂了，我们都听懂了。就是你就希望永远保持这样的状态，对吗？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刚我听这个女生一开始说，包括男生说的时候，其实我内心是排斥的。我觉得一个女孩20来岁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玩？你怎么可以天天晚上出去喝酒玩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慢慢听他们俩的故事。
我似乎也没有站在女孩的对立面。当然，我作为母亲，我会特别着急。我觉得如果我的女儿这样，我会每一天晚上都特别担心她。但是如果把我放在这个女孩的位置上，如果我是她，我现在22岁，我真的会特别排斥这种生活吗？我觉得可能不完全了，因为她始终在说，我在这个年龄，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也没有妨碍任何人。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当然，他们现在恋爱了，你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？可是对方已经知道他的生活就是这样，而且他们也交往了这么久，说明对方也在慢慢的接受这个现实。虽然他想改变，但是改变不了，他也在接受。如果他真的接受不了，我相信他可能转身就走了。所以可能这也是年轻的爱情的一种相处方式，跟我们当年我们所经历的已经不一样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作为母亲，我也在想，那我的女儿是不是可以去接触不同的人，交朋友，让她看到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，或者说有阴暗有阳光，她才能够了解更多的人心和人性呢？但是你了解更多是看更多样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是天天就在酒吧和夜店里吧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在这个阶段里，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了一些不同的人，所以我本来很想批判他，但是当他们说完这段以后，我发现其实我没有什么力量或者理由去过度的批判他。当然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，这么晚了一直在外面，每天在外面还是有这个安全的风险性的。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我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在这个年龄里。但是呢，我反对你夜夜去蹦迪，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风险的。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其实是要有一个度的，你要掌握好。明白了，来。武奇老师，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连他爹妈都管不住他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？男朋友，我觉得你需要夜夜笙歌。22岁正是应该开始为自己梦想和理想奋斗的年纪。你在每天晚上泡酒吧、泡夜店，而且你说陪你那些哥们儿朋友，你以为他们是怎么看你的？你是他们那些男性当中的一个调剂品。一帮男生在一起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当然需要一个女孩啊。人们常说一句话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但是，好看的皮囊如果以此当做资本来卖弄的话，这就是不自重。你可以蹦迪，可以去寻找你的爱好，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这种爱玩的天性当成炫耀的资本，你觉得其他的人会怎么看你？
所以我说分手嘛，不要交男朋友，你就玩你自己的就好了。现在你是自己玩，还拖下一个男生下水，干嘛呀？所以自重吧，我们不反对你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你的爱好，但你要知道，22岁这个年纪真的应该做什么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啊，来，严老师。女生，我问一下你啊，你自我的定位和认知，自己的身份有哪些？你告诉我。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学生，但是我觉得不要但是，首先一学生，第二化妆师，化妆师，第三舞蹈老师，舞蹈老师，平面模特，就这4个身份是吗？没了，你不是女儿，你不是女朋友。所以啊，从你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上很清楚啊，男生听到了吗？他上来就说我和父母关系并不好，至少他现在是忽略了我是一个女儿的身份，更别说女朋友，他的认知里就没有这个定位。无论你选择怎样的人生，你自己承担后果就好。但如果你是个女儿，你要不要承担责任？你要不要对你的父母负责？一个姑娘夜夜笙歌，真出了问题，谁负责？你负得了责吗？你是女儿，你是女朋友，女朋友要负什么责任？至少要陪伴、尊重、理解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所以你既然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女朋友的身份上，为什么要去维护一段根本没有价值的关系？你既喜欢灯红酒绿给你的刺激，也喜欢一段不对等关系当中带给你的刺激。其实喜欢刺激，喜欢冒一些险，或者喜欢可能更让我心跳加速的这种状态，未见得是不好。也许还能推动你发现你自己有更大的能量去做事儿。但是你的状态，你只是喜欢单纯的，甚至有一些低级的刺激，这种带给你的一定是终身的伤害。我希望你能够反思，恋爱不重要，它也不重要，跳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人生、我的身份、我的角色怎么定义。你到22岁都不能定义自己的身份，你32岁呢，浑浑噩噩过一生吗？所以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想想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我觉得在爱情当中，一个男人是不是有力量，完全可以从另一半的身上看到。我其实一直好奇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段恋爱关系的话，他做那样的事情，为什么你不去？那既是一种保护，也是一种爱的释放，或者叫爱的宣言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所以你看，你在生活里面你是在躲啊，这是我特别不理解的。男生我特别不理解，女生因为老师说了很多啊，因为年轻女孩子真的你，就是在她这个生活阶段，有时候她会迷失，有时候她会迷茫。希望老师说的话你仔细去想，因为他们是从人生的角度去帮你重新梳理了一下。千万别觉得我年轻我就是这样，那句话你就记住，无知者无畏。有些无畏是值得赞赏的。我喜欢跳舞，我跳拉丁要跳得好，我一天练12个小时的拉丁，我用汗水来铸就我的梦想，那是一种无畏。和我喜欢跳舞，我在酒吧里面天天酒、朋友和所谓的蹦迪来完成我，你自己对比啊！我相信你们有辨别能力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吧，虽然我讨厌他这个样子在外面玩，但是我可以一点一点的为他改变。我觉得我可能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的事儿了。就谈恋爱需要做的事儿，我很纠结。
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我们来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。我弱弱的问一句啊，你们俩来这节目干嘛来了？我觉得一开始我还是很想让他改，但是我觉得听老师说那么多，我觉得让我想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。啊，这个戒指你拿着啊，只拿戒指。所以刚才女生那个是个心里话，她也明白，真的男朋友去了。那些跟她在一起的所谓好闺蜜们，也就散了。对，来，我们见。先进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们结婚5年了，开始生活并不富裕，我们一起努力创业，有了现在的成就。可他现在呢，却整天在外面应酬，经常整晚不回家，对我和女儿一点也不关心。而我也听朋友说，他总是带着公司的女同事去应酬。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忙还是变心了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如果是一颗已经改变了的心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，都是无法挽回的。祝你幸福，谢谢。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